这个民族有多奇葩，全身黑的，只有一口鸭嘴白。一到了晚上，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他人。这要是在别的地方，但凡黑一点都得被歧视死。然而在他们那儿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你越黑，甚至黑得油光发亮，他们觉得你越漂亮。这究竟是怎样的民族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南苏丹位于东非，与苏丹、埃塞俄比亚、中非、刚果金、肯尼亚和乌干达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6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59万人。在南苏丹的北部生活着这么一群巨人族，在他们那儿平均身高都达到了1.82米。但是这个民族最有特色的还得是堪称全世界最黑的皮肤，黑到什么程度？要是不凑近点看的话，你甚至都无法辨别出他们的五官。一到晚上就相当于自备了一件夜行衣，全身上下只有牙齿是最白的。普通黑人站在他们身边直接白了好几度。他们就是丁卡族，人口约337万人，由5大族群组成，大多都生活在南苏丹北部一片只有15万英里的草地和森林里。黑是黑了点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颜值。有位被称为黑暗女王的国际超模就是丁卡人。因为很多原因，黑皮肤往往会遭受到各种目光，尤其是在某些西方国家里，种族歧视简直就是消除不了的顽疾。但在丁卡人眼中，黑不是什么缺陷，反而是种荣耀。按当地的习俗，就是越黑代表血统越纯正，人呢也就越漂亮。要是稍微浅了点，那就会遭到所有丁卡人的嘲笑和歧视。除了黑，丁卡族第二大特点呢，前面也说了，就是高。男性平均身高都在2米以上，哪怕是女性平均身高也有1.8米。而他们能长这么高的原因呢，据说是喝牛奶喝的，因为他们也从事游牧和农业，所以养牛的特别多。而且丁卡族人喝起牛奶来也是相当的简单粗暴，平时工作累了渴了，不是去拿杯子接牛奶喝，而是随机找头牛，直接趴在牛的身上就开始豪饮，力求第一时间就能喝到原生态的牛奶，非常的生猛。另外，牛对于丁卡人来说是最珍贵的宝物，牛的多少往往就决定了这个人在族里有多少钱，社会地位有多高。丁卡人不光生活要依靠牛，就连娶老婆都得看有没有牛。要是哪家连一头牛都给不起，那别说娶老婆了，这辈子都得做好打光棍的准备。毕竟生活有很多事都要牛来帮忙，所以丁卡人对待牛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。害怕有蚊虫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专门点燃牛粪和艾草，为自家牛驱赶蚊虫，哪怕自己被蚊虫骚扰，也绝不让牛遭罪。虽然丁卡人是以部落方式生活，但他们却异常团结，因为在他们那儿极其重视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。一旦有一个人有麻烦，其他亲戚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忙。所以说，在丁卡族，独狼是无法生存下去的，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，而一旦发生冲突，丁卡人一般都是用水牛皮、盾牌和棍子。不过，光凭这2样东西还不能安稳的在非洲存活下来，丁卡人也与时俱进，用上了 AK。美地儿有美地儿的习俗，丁卡人也不例外。在他们那儿，男性每到了成年的时候都会举办成年仪式，活动的内容也很简单，那就是由部落长者用一把小刀在每个成年男性的额头上刻6道疤痕。而且他们对这6道疤痕还有要求，就是在过程当中，要是有谁疼得叫出声来，又或者是疼得动了一下，导致划歪了，那就会遭到族人的终生鄙视。不仅如此，仪式失败的人甚至连结婚的资格都没有。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锻炼自己，培养自尊、好战的性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为了表达对部落的忠诚。如果你在路上碰见额头上有6道疤的黑人，毫无疑问，他肯定就是丁卡人。当这个仪式完成后，也就意味着这个人能得到一头牛的奖励，而且他也可以娶妻生子。丁卡族人相亲也是十分好玩，每当到了重大节日，丁卡族的女性就会把自家养了2年半的鸡杀掉，炖成汤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。卖鸡汤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找中意的男性。要是眼相中了，就会把鸡汤免费送给男生。要是没相中，就会把鸡汤以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，意思就是没看上赶紧滚。当然，两人互相看对眼只是结婚的第一步，双方得争取全家同意，其次呢就得准备彩礼。前面也说了，牛在丁卡族里的重要性，男性得领着15头母牛和5头公牛上门提亲，否则别怪女方家长棒打黑鸳鸯。谁让你家里没牛呢？哪怕看对眼了，也得打一辈子的光棍。每个民族都有他各自的习俗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